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Learning， 我们的星际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恩和荣幸，我们今天又在学院当中见面了。我是 Star Seed， 在这个频道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进行我们的灵性学习和训练。那我们频道的主旨呢，是希望传递方便善巧的法门，应用在我们当下这个末法时代，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离火时代进行我们的修心和修行。在当下我们这一个已经进入了水瓶时代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三维时代非常重要的道场，我们可以称之为红尘修行、入世修行的道场。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频道帮助大家打开我们的能量光点，真诚的希望看到影片的每一位朋友都感受到快乐、疗愈和光明，对自己、对生活有温柔的信心，那对我们的正法、对我们的修行有强烈的决心，并且让我们一起实践和践行，在当中取得无限的提高和成长。在这里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论和学习的主题有可能是近期大家比较关注、比较挂心，以及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能量思想震动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也和 Starseed 息息相关因为 Starseed 也居住在即将发生预言的这个地方，日本。这个预言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在之前的1年2年呢，曾经听说过曾经去了解过。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预言的来源和出处在哪里那在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 Tatsuki Ryo 龙树女士她曾经在94年到98年之间呢出版过连载漫画私が見た未来我所看见的未来。这个漫画系列呢是以龙树女士真实的梦境为灵感他有可能在这些漫画当中加入了自己在梦境当中见证过的、看到过的非常多的天灾人祸，并且这些预言呢，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曾经被频繁的证实过。由于在过去的一个阶段被频繁的见证过，预言属真，所以呢，大家也会把龙树女士的预言奉为神迹特别是在过去我们在疫情我们经历了 Corona 这个阶段，大家有可能会更多的信任或者趋向于郑重的看待我们这个宿命的理论。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主题呢，也是跟龙树亮女士之前的预言相关联。那就漫画内容的记载，在今年2025年的7月5日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日本将会发生沿海大地震，并且呢引发周遭的海啸，有可能会形成我们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关于预言是否属真呢？有可能在未来的3到4个星期之后，我们可以一同见证。但是在预言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是否应该规避？我们是否应该学会去避衬呢？今天在我们的灵性探讨当中我们会通过这个主题来观察一下，在灵性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我们应该如何在三维世界对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预言、运用预言，以及和预言共生呢？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探讨为大家找出一部分的答案以及参考，跟大家共同学习。首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预言的类型有非常多优秀的影片，非常多优秀的总结都会告诉我们在人类成长、生活、发展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情况底下，我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预言，小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大到一国的国运发展，甚至也波及到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人类的文明，或者说之前的文明等等，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听到一些跟预言相关的谶。这些预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一部分呢是基于命理的预测比如说我们中华有非常有名的推背图，我们的古人呢通过占星以及玄学当中的数理运用把我们的人类社会当成了一个具体的模型，我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模型当中呢一眼万年看到非常非常多关于未来的变化，一些神奇和具有天理定数的预言就会非常神奇的演映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了。但有可能我们现代人比较难以去触及到比如说旧有的一些记录以及旧有的一些应用法则。还有一部分的预言来自于神奇的感应，比如说今天我们来探讨的这个主题上的预言，7月5日的大地震是来自于我们龙树亮老师在梦境深处看到的真实场景并且制作成为了漫画，将这些信息，将他看到的非常多的
画面全数记录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合集。那神奇的感应啊，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我们跟高维度的连结。有可能我们会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具有通灵体质的朋友啊，有可能会直接是三眼轮打开，头顶轮打开，可以连结和预见到非常多的未来信息的。还有我们有可能也会看到啊，比如说八下等等的预言，无疑我们可以理解和感知到啊，除了我们三维世界以外，在更高维度的世界有着保护我们或者观察我们的存有，用各种各样侧面的方式正在给予我们信息，给予我们指引，或者给予我们光的信号，来帮助我们进行灵性的提升，帮助我们破掉当下视觉前的相。因为我们的宇宙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法则啊，就是我们的灵性成长是不可被直接干涉的。比如说我们一直信仰的神啊，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连接的高维度能量，高维度不可直接的干涉于三维世界的运转和成长，这是过去我们的宇宙法则之一啊。当然在当下这个离火时代，我们这个水平的时代，有更多光的网格和光的大门在被激活和打开，因此在未来有可能我们的通灵以及我们跟高维度的学习灵性的光的体验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相信有些朋友最近也会感受到啊，会频繁的开始去做到一些清晰的梦境啊，这些梦境有可能跟过去的这个色彩质量啊、画质啊、清晰程度都大大的有所提高啊，因此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象，在告诉我们当下的我们其实是非常接近高维度的世界啊，以及在未来有可能有望跟更高维度的世界达成非常明显的渠道，进行真正的融合和真正的学习。那宇宙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则呢？有可能和我们的人类历史啊，也跟我们所谓的天数和天命是相连接的。那我们人类的历史呢，有可能短短的这2-3千年啊，在公元之前拥有了人类历史的记录开始啊，我们降临到这个星球，有很多事情是未知。但是呢 Starseed 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神奇的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提示符号，在告诉我们人类，除了我们当下眼耳鼻舌身意可以触及的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我们的感知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宇宙的深处，有我们更可以去连接以及可以学习的光的保护存在。所以呢，我们会在未来这个阶段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了解，提高我们灵性的体验，提高我们的探索指数，从而达到真正的觉醒和证悟。有一部分的预言啊是突如其来，并非有真正的一些参考参照，或者说它的到来其实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流媒体当中形成了宣传，可以震动和影响到我们当下的判断。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啊，预言是对于未来的预测，无依据。预言是可能性啊，是待被证实和需要被证实的，并且预言呢，有可能是一些平行时空的可能性，但并非一定会发生在当下我们这个三维时空这个娑婆世界当中。预言也分非常多的种类啊，有大范围啊、中范围和小范围。比如说大范围的预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类似于过去的玛雅文明啊，曾经以玛雅的这个历法来计算啊，在202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啊，太阳将会熄灭啊，这是关于人类大范围的预言。那我们这些小范围的预言又是什么呢？关于一个行业的，或者说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可以预知为小预言。当然我们人类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有很多各界的专家和学者会根据一些模型，或者说过去的一些统计学算法来帮助我们去着眼未来，看到这些预言。还有一些预言呢是小范围预言啊，其实是关于我们个人或者说几人的意识的波动数量比较少一些。关于个人的预言，我们有可能可以通过命理学进行预测呀，我们咨询相关的专业老师，我们也可以通过占卜的方式来预测到我们这一生某一个阶段的一些定向的未来。当然这些未来呢，其实并非都是100%的定数，尤其是当我们个人的这个波动指数发生了变化，并不会波及和影响大范围大面积的其他的集体震动的时候，你的逆天改命其实是容易达成的。
在我们上一期呢也一起聊过显化，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关于显化的原理以及方式等等，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我们和命理之间的关系啊。谈到命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不管是极大范围的预言关于整个人类的，还是中范围的预言啊，我们一个历史时期啊，一个行业啊，几个国家等等啊，或者说一朝的历史等等，以及小范围的预言，比如说包括个人，包括几个人，包括你未来的人生等等的一些可能性啊，其实都是一场关于因果业力的循环震动啊，这些能量其实全部都是震动。因此预言其实可以被改变啊，预言其实没有最终章的结果。那在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当中，我们对于预言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那预言为什么会传到我们的眼前，传到我们的耳朵呢？哪怕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一些预言，因为我们人类啊，对于未来其实是非常好奇，以及有可能会有关于宿命的、关于非宿命的各种各样的论争和猜测。所以当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个体群体啊，预言到了一件事情之后，会从小范围传播到大范围，又从大范围反过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震动。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引起警觉啊，因为反复来到我们眼前的信息啊，在波动我们的思维，波动我们的意识，对我们的振动频率产生影响，它就是一种咒。这种咒啊，它是你的一个意念，当你不小心的去相信它，当你不小心的去纠结于它，当你反反复复在看到它的时候，我们需要引起真正的警觉，我们需要保持正面的思维和保持觉知，让我们的能量场和让我们的振动可以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正向光明的前景而发生属于我们的振动啊。我们的史前文明，我们的早期文明，近现代的神学啊，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当中，我们都会拥有对于未来一部分预测的记载。那我们也可以在神学、宗教、占星学、观星预测当中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这个教育背景、历史背景底下的人，他们的信仰观念和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念其实是不同的。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啊，或者说地球，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也必须要遵循宇宙的发展规则和原理。所谓的因果法则，所谓的播种和回报法则等等，都是宇宙当下正在试图教会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法。只要我们掌控好了这个平衡法，相信呢也会投射出更多正向的意念，让我们灵魂晋升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想要去发生的事件更多的投射和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一点啊，有别于当下啊，古人对于天意的尊重和敬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从老子开始啊，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天人合一，如何尊敬天地啊，如何让自我和天地成为一体，以这样一个宏大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灵魂的跃级和晋升。而当下呢，我们处在这个摩羯时代到水瓶时代跨越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也正在跨越到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们讲60亿甲子啊，我们可以在过去可见的这几十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我们整个的物质社会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快速和猛烈的。而物质主义啊，其实会有很大的壁垒有可能也会为我们人类产生很大的矩阵，让我们困在当中啊。有一些物质主义讲究只有今生，而这样的方式啊，会让我们更加不负责任的去追逐我们的欲望，无限度的攫取，不对灵魂负责啊。因此这也是当下我们要去修行灵性，就要最快的破除的矩阵之一。而我们当下啊，从这个水瓶时代开始啊，也是一个心灵时代。那在我们的灵性开始觉醒、开始提升的时候，我们会注重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会试图改变我们的心念，去方便和成就属于我们的未来。那佛学啊，或者说一些宗教学，会为了让我们去摒弃在轮回当中的执念啊，摒弃在轮回当中不断投影的循环性，走出因果业力，那会告诉我们啊，破相后我们应该回归到本源。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若见所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当我们去看破一些相，看透一些相之后，我们和佛的距离啊，我们和证悟成佛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接近。聊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始重新的回顾和理解一下到底预言是什么了。
那预言呢，是一场大型的集体意识共振，也是大型的一场三维投影。为什么是大型啊？因为它波及的、涵盖的和震动到的个体数量极其的多。一个预言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啊，有可能共振的是我们一队人的能量。如果传播到的是成千上万上亿人的手机终端上呢，我们这一场意识的波及是不是能量巨大，涵盖数量巨广，而潜在的影响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任何的事物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啊，都是一场能量的共振，能量的流动，根据宇宙业力和能量平衡的法则啊，不断的进行流通。这个流通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这个振动比较小的能量，像是电极一样啊，负向流向正向，那像是这个南北极磁场一样，我们的能量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能量稍微薄弱一些的个体啊，或者说是磁场的能量将会流到振动更高的能量场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吸引力法则的呈现啊，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观察一下，调动了我们注意力啊，吸引了我们的眼球，让我们产生话题，让我们的思绪围绕的事物，是否正在侧面吸引我们的能量，吸收我们的能量，或是在消耗我们的能量呢？如果我们以宇宙的视角看待一切啊，都是一个震动，不管是声音的，还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包含了我们人类每一个重要的灵魂个体的起心动念都是一场震动的话，在这一场震动的大富翁游戏当中，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高频率而买单？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高频率而守护？你是否会有意识的去保护好你的财富？是的，你的财富就是你的能量，你的能量的总和就是你可以吸引的所有的人事物的总和，包含了金钱、人际关系、情感、生活的舒适度啊，也包含了你的心想事成啊，你的福报等等等等。所以保护我们个人的能量振动是否是非常重要的呢？你相信吗？这句话其实十分的重要。当我们每天搜索和看到很多讯息的时候，当我们每日在很多的讯息当中进行筛选和能量的博弈的时候，你相信吗？这件事情变得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的观察、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投射，才让这件事情真正的存在和可以被发生。包含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则新闻，我们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念头分辨真假。包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收到了一些有可能震动到我们、震惊到我们、惊吓到我们的讯息，你对此是否相信？对于回应这件事情啊，你的能量振动指数才是最最重要的中心议题。只要你相信了，你的心轮、你的整个的能量场会为此而打开。只要你相信了，这件事情会以它的振动频率影射到你的世界。只要你相信了，你就会在无形当中和这个事物、这个人事物产生真正的共振。所以我们相信什么，什么就会成为我们。也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啊，有时候看到新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啊，我们看到一个论调和论点，我们看到关于未来的一些预计性的言语，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关于我们个人的一些事情啊，我批了命理啊，或者说我为了一件事情有去看牌啊，然后我又去干这件事情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你是否相信？你和你所对处的这个信息的关系其实是重中之重。因此啊，无论大家希望发生什么，希望去相信什么，希望大家可以对于自己的能量啊保持重视，甚至以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去共振和筛选我们可以去看到和连接到的讯息。而预言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到往往来自于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慌啊。预言其实是有魔力的这个魔力仿佛是有可能在牵引我们去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而对于未知领域的这些吸引力这个探索欲求知欲好奇心其实是一种人类的感受和本能。本身在能量波动的这件事情当中，它无意义。我们在上一期的显化主题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大脑和我们的心肝脾肾一样是我们的器官，所以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产生的一些信号，产生的一些观点，一些欲望，本身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生物体其实对于我们灵性来讲它无意义。刚刚我们聊到了预言所共振的这个集体数人数信念指数振动频率，对待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意识在一个高频率的范畴当中，让美好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屏蔽掉一些对于我们来讲有一些悲惨、有一些恶毒的预言呢？
那预言来了，真的对我们来讲是灭顶的一场洗礼，躲也躲不掉嘛。首先在我们的认知视角当中啊，我们的人生只有3个时态啊，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预言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啊，以我们灵性的意识和观点来说，未来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可被观测的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双缝干涉实验呢，这个光的观察实验，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讲，观察即存在啊，不观察，我们的意识处在一个坍缩状态，就像是我们没有去看到和瞭望到的宇宙空间一样，它存在与否跟我们无关，并且有可能会通过我们的观察被建立、在运行和运转等等。因此调动我们的意识啊，去提高我们意识的能动作用，提高我们意识的掌控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人类历史上的大预言啊，它所共振的集体数、人数和意念指数其实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啊，我们在古代，在过去，我们听到预言工业时代来了，它将会取代农耕。那有很多人将会失去工作和赖以生存的家园，你的土地将会变成工厂，将会被机械和化学制剂取代，这个世界将会被改变。当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首先，这样的预言啊，所共振的集体数非常的大，它有可能是整个地球的新的世代，它有可能是关于我们的生产啊、生活，我们人类的生活条件的转化，因此它所波及和共振的这个意识指数是非常高的，有可能呢在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起心动念是成万上亿的每一秒84000念都可以过去，所以每一个人在头脑我们的顶轮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每个人如果都是一个雷达，这个雷达不断的震动出新的信号向外放射的时候，我们以外有成千的上万上亿的雷达在发出不一样的声响，好的坏的灭亡生存猜对猜错等等等等的声音，这会让整个的预言，我们正在观察这个事物本体发生着跟意念相震动的改变。所以观察的人越多，影响和覆盖的这个领域越广，撼动到的个人震动能量越强烈，这个预言就越是容易被我们改变。反之如果一些预言没有被我们发现，它只是你的一个感受。如果一个预言是关于你未来生活的变化，是关于你未来的成住坏空、向前后退等等，好，观察它的个体数越少，甚至当你不言不语，当你不与外人讨论，当你开始自我的去共振这件事情的时候，好，你再去观察这件事情不容易被干涉，非常的容易成真。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名家的预言或是预言家的预言，在被很多人观察不停的传阅之后，它就失去了神奇的准确功效。因此我们在讨论关于传播越广的流言，我相信呢，它被集体的震动，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震动和改编的可能性就越是强烈。在我们集体的观察这个7月5日即将发生的大地震当我们开始去观察它，我们开始去讨论它，为它产生非常多的想法、震动乃至于情绪的时候，沙西也感受到这件事情非常容易被改变了。因此并不是预言本身不准确，或者说预言家本人的能力出现了偏颇和问题，是因为有可能观察他的人和共振他的人数在变多，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集体的团结的起心动念会改变一件事情，乃至于一段历史的发展。当我们面对预言的时候确实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发心是非常重要的。这边呢，我们分2个部分讲，我们个人的发心和我们对于大事件，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宇宙的发心如何去调节一下，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呢，会是更好更善的。首先在个人的这个部分来讲出现了预言，不要让周围的频率轻易的带动你的恐惧和不安，带动你的贪嗔痴恨这样的情绪和念头，不轻易的让负面的频率来吸食你的能量以你的不安、恐惧、痛苦、焦虑为食在我们这个3维世界，这样的精怪鬼神可是非常多的当然大家不必害怕我们人类的能量其实是受到非常多高维振动的保护的。我们让我们的心定下来，决定我们可以存在在什么样的空间，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去做决定，你可以为属于你的人生做一切的决定。如果是天命不可违那它一定是波及到了太多的集体数，共振指数非常的高，
有可能它也会连接到太多人的命运了，但如果这件事情是关乎于你的，相信你的起心动念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心定指数决定了你的振动频率的大小，也决定了你存在在哪一个空间啊。我说我们这个人道啊，我们现在是在人道当中，但是其实在六道或者说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以外还有不同的维度空间。还有你的心定或者说你的念头可以决定你在哪一个空间，你在哪一个空间甚至是轮回和体验。还有你心的维度也会决定了你的未来将会处在哪样的一个状态里边，你会链接怎么样的剧情课程和体验。所以第一点啊，我们需要保持好我们的个人能量，保护好我们的个人振动，不让它轻易的被震和被影响。第二点啊，关于对应一些大的预言，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处。很多的预言都是关乎着我们人类未来的生与死，比如说天灾与人祸，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和动荡，比如说一些行业的存有，或者说一些事物的成住坏空等等。我们当下这个念头啊，尤其是对应我们这个灾害频发的离火时代啊，离火时代当中，我们所谓的地震啊爆炸呀、灾害呀、火灾呀，随着科技进步，有可能会有很多相应的一些人为的、非人为的故障会产生。我们如何去对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与不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啊，我们都要去投入我们的心念，开始我们的发愿啊，并且践行它。这就是我们在学佛啊和很多宗教体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忽视发愿的力量。当你为光发愿，当你为爱和为善发愿，当你开始产生非常强烈的正面震动的时候，这个震动能量之大，有可能会触及到生生世世我们的守护灵，触及到高维度我们的扬升大师我们的佛菩萨、护法神等等会来到你的周围跟你共同震动。我们说是光和善的，那就非常容易对接到更高频率的存在，因此你的能量就并非是你一个人的，也可以说你的能量将会被成百倍、千倍、万倍的进行加持起来。所以也非常希望通过这则影片跟大家共同连接，一起许愿，一起祈福，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为了我们生活的风调雨顺，为了我们的称心如愿，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同的发愿，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灾害、希望悲伤远离这个三维世界，我们的发心和光与爱同在。祝福所有来到这个影片的朋友们。还有反向的一点如果一些朋友会说我很希望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如果发生了的话，有可能我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象，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注重这个意识，它会给你带来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宇宙的法则是一个投影式的因果和平衡法则。投入一个善的意识会回馈到一个善的相应的相，如果我们投入一个是恶的意识，或者说我们投入一个否定的意识、剧烈的低频率振动的意识的话，很多这样的意识会回向和回馈到我们的世界当中。并且呢，当我们产生发愿的时候这个发愿的范围越是广阔，比如说要波及到一群人一个城市的人、一个国家的人甚至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一个人的振动频率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也通过灵性的视角帮大家来解读一下我们起心动念和发愿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用更好的方式去发出我们的愿望，发出我们的善念，并且让宇宙更快的回响和响应出相应的事件、相应的影像来到我们的三维世界。祝福大家一切美好，心愿皆成。光的预言永远在我们的三维世界当中回响着，在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善士的口中有可能有不同的传递方式，但是其内容和本质是一样的。在这里 Stacy 也非常的有幸和感恩传递光的预言。相信光，你就会走向光，回归到本源，连接累生累世的智慧，你就在这里。跟着光的频率进行律动，你的意识将会变为宇宙的最高意识，达到无相、无我相、人相、他相、众生相、寿者相，亦无投影。所谓五蕴皆空，在这样的状态，你会发现你的意识就是发生，你的意识就是本源，你的意识触及和延伸，并且生发出一切。
在这里感恩以及祝愿来到这一则影片的所有朋友们，祝福光和智慧与大家同在，也祝福大家在我们当下这个变化不断的娑婆世界当中，可以不断的向着光取得我们内心当中的安定和清凉。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开心、平安和幸福。今日我们这个寓言的主题就探讨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记忆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